接下来介绍呢，就是眼前这款来自酷炫宝所推出的 MP10V， 也就是这个缩小版的 MP10。那么关于上次拍完这个酷炫宝的隐匿擎天柱之后呢，反响还算不错啊，那些视频的播放量也是非常高。然后大家说还想看一看当年这些酷炫宝还出了哪些非常精品的这个 KO 啊，所以说这次我逛线下店呢，正好看到了有人在代卖这款MP10V 啊，我呢就直接拿下了。当然我这个呢是一个二手啊，并不是一个全新。那么好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次的这个外包装吧。外包装方面呢，正面就是这个 MP10的一个插画的一个图片，然后上方这里呢确实是这个酷炫宝的一个公众号啊，但是刚才我扫了一下之后呢，这个酷炫宝的这个公众号呢已经是完全就是注销的一个状态了。然后包装侧面呢，就是这次这个 MP10玩具的一个剪影，以及酷炫宝的这个英文标识。然后背面呢，就是这次所有的一个玩法了。然后这次它还特地标出了这个能源宝是可以拉开的，然后下面这些合金的位置呢也给你标注了出来，然后所有的配件呢也一并的展示在了这里。然后这次的这个外包装呢，依旧跟这个隐匿擎天柱是一样，是一个这个套盒的一个形式的啊。好像当年酷炫宝好像确实很喜欢用这种套盒的一个包装啊。那么好了，包装呢我们就先看到这里啊，下面我就把它打开，看看内部的实物到底表现如何。那么好的，现在呢，我就将这款 MP10V 呢已经从包装之中取了出来。整体的这个外观造型，大家可以看到啊，几乎就是完全这个照搬的这个 MP10啊。当然，外观对比方面呢，我从这个好哥们儿这儿啊借了一个 MP10，但是借的不是原版啊，而是这款马年限定的一个版本啊。当然啊，外观方面肯定跟这个 MP10是没有差别的。然后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可以看到这次这个 MP10V 相比于这个 MP10原版呢，其实还是做了一些小修改啊。像这个 MP10本身这个大腿啊，原版呢是比较这个短粗的，然后这次的酷炫宝把它缩小之后呢，比例呢也进行了一个变细，然后加长，然后整体的这个比例呢，我觉得这次酷炫宝其实做的是要比 MP10原版来讲更加的这个帅气一些的啊。然后除此之外呢，这个玩法方面呢，这个两者都是这个完全相同的。像这个中间的这个能源舱的部分啊，这个 MP10的这个双层呢，依旧是可以完成一个打开的。但是酷炫宝这边呢，其实是有一点点小改动啊，就是这边打开之后呢，可以看到其实里面是只有一个单层的一个挡板，不像这个MP10为了这个细节啊，它就多加了这样的一个挡板。但是这次酷炫宝呢，在 KO 的时候是并没有做出来的。然后对比方面，我们看完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回到这次的这个主体上来。主体方面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次的可动性啊。可动性首先头部这里啊，这个向前向后的一个抬头幅度依旧是有的，但是会连带到下面这个变形关系的一个板件啊。然后手臂方面，首先这个变形关系是有一段这个拉伸关节的，然后平台呢其实幅度比较小啊，大概只有一个45度的这样的一个样子。然后360度旋转肯定是没有问题。然后这边因为这个变形关系是可以向后进行一些活动的。然后二头肌方面，360度旋转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这个手肘弯曲当然是正好90度啊。然后这个手部的一个方面，360度旋转肯定是没有问题。然后这次依旧是一个1+1+3的这样的一个配置啊，所以说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前指的这样的一个造型。然后腰身方面呢，是可以达成这个360度旋转的。然后前踢，由于这个裙甲这里是完全固定的啊，所以说这次的前踢呢角度并不大啊，大概只有一个60度的这样的一个样子。然后后踢呢也就大概只有45度了，这是当年 MP10可动性其实就是让大家比较诟病的一个原因啊。然后这次的前后踢呢是一个这个齿轮关节，声音呢稍微有点闷啊，不是那么的清脆。然后侧踢方面，这个就不是这个齿轮关节了，但是这次的幅度还算比较大，大概是一个80度的这样的一个样子。然后大腿旋转靠着根部这里呢是有一段的这个关节，然后小腿这个膝盖这里呢还有一段这个旋转啊，所以说这次的旋转是靠膝盖这里进行了一个补足。然后膝盖弯曲依旧是一个齿轮关节，但是其实这个角度啊是不到90度的啊，所以说这次的 MP10的可动其实真的稍微的有一些差了，当然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啊。然后脚部方面，首先
接地，大概是30度左右的一个接地。然后这次的脚尖和脚跟呢，因为这次的变形关系呢，是可以有一定的这个可动性的。然后向前向后呢，向后是完全没有的啊，但是向前呢是有大概这个30度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然后这次的合金关节啊，在这个刚才的这个包装上，大家可以看到，像这次的这个脚部的前脚掌以及脚后跟，以及侧面的这块板件，以及这次的这个油桶，还有这个上面的车窗，以及这个车轮中间的这个轮毂，都是一个这个合金部件。所以说，虽然说它的尺寸比较小吧，但是比起刚才的这个正版的 MP10呢，两者的这个重量差距呢，其实没有那么大。然后主体的这个部分看完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次的这个配件啊。配件方面，这次酷炫宝给的真的非常的多啊，像这个喷气背包是一整块的一个塑料啊。然后这次的喷气背包呢是有一个可动的啊，是一个喷口部分，是一个这个透明件，然后下面呢是一个球关，所以说喷口方面呢是有一些这个可调整的一个范围的。然后搭载方式呢就是背后的这两个凸起，然后我们将这个擎天柱转过来呢。正巧利用这两个这个螺丝孔洞啊，我们将它安插进去，这样就完成了这个大哥火箭背包的这样一个搭载啊。但是这个火箭背包其实并不还原动画啊，应该动画里应该是一个红的啊。而且这个尺寸呢也稍微有一些大了，所以说，而且这个背包的这个连接其实不是特别紧啊，所以说我个人来讲不是特别喜欢这个火箭背包。然后下一个配件呢就是非常经典的这个大黑枪了啊，但是这个大黑枪由于这个尺寸的原因啊。毕竟这个大黑枪是需要折叠收纳到这个大哥背后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嘛，所以说这次的大枪等比缩小之后，这个尺寸真的非常小啊，跟这个大哥的小臂是一样长的，所以说这个大黑枪我觉得真的就是纯搞笑的这样的一个配件了，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当然了，这个变形收纳的这样的一个玩法呢依旧是这个存在的。我们将大枪折叠之后呢，打开我们大哥背后的这个空间，然后我们将它塞入这里。依旧是可以完成一个搭载的啊，而且这次这个后面正好有一个孔洞啊，正好用这个枪的一个部件就进行一个填补啊。当然 MP10原版也是这个完全一样的。然后这个另外的配件呢，就是这样的3颗替换头了啊。这次酷炫宝配件方面确实给的很大方啊，但是这3颗替换头，我说实话。除了这中间这一颗类似于奥利安派克斯形态这样的一个头雕还算比较不错以外呢，剩下这2颗这个口罩脸的头雕，我感觉真的有点怪怪的，而且不是特别好看啊。像这个头雕的话呢，上面这个眉毛有一些向下，感觉是带表情的这样的一个擎天柱头雕，而这颗头雕呢，大家好像看着正面看着好像还不错是吧？还有一些细节，但是你知道到侧面来，你会发现。这个头雕它是有点像这边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造型啊，所以说也是比较丑啊。只有这一颗类似于奥利安派克斯这样形态的一个头雕呢，我觉得还算是比较不错。但是这个替换方式我到现在都没有整明白啊，是需要把这个脑袋后面那个螺丝拧开吗，还是怎么样？反正我是没有换明白啊。然后下一个配件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能量战斧了。能量战斧方面是需要一个安装的啊，我们就直接插槽进行一个结合就可以了。然后安装方式呢，就是对应这里的一个孔洞，直接安插到我们大哥的手上就可以了啊。但是我这里呢就不进行一个演示了。然后最后一个配件呢，是我觉得这次酷炫宝最良心的一个配件了啊，就是这次的一个老微枪。这个老微枪呢还带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枪托，枪托方面呢是由一个滑槽。像这样安插进去的啊，而且这次的这个老微枪全身呢，从枪身到这个消音器以及这次的这个枪托，全部都是一个合金的用料啊，所以说这次的一个坠手感还是有的，而且这次的涂装以及上面的细节做的确实不错啊，算是这次酷炫宝擎天柱的一个我最喜欢的一个配件了。那么好了，以上呢就是这次配件方面的一个全部的这个表现了。我们这次的人形呢也就讲完了，整体的这个人形呢，我觉得 K 的还是不错的啊。作为一款14年，已经11年前之前的产品了，我觉得这款 KO，可以算是一个精品 KO 吧。而且这次的关节呢，可以看到非常的紧实啊，即使过去了这么长时间，它并没有一些这个氧化呀，还有这个松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看到我上面的这个电镀呢，依旧是非常的闪亮啊，并没有一些什么瑕疵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款玩具我还是非常喜欢的啊。那么好了，人形部分呢，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下面我就直接进入它最经典的
变形环节吧。那么好的，来到这个变形方面啊，作为这个应该算是变形金刚玩具史上最经典的一款模具啊，大大小小的 KO 啊，加大大小小的各种版本层出不穷啊，所以说这款的变形流程，我相信大家已经非常的烂熟于心了。所以说呢，我就不做过多墨迹了啊，我就直接就这样给大家进行一个快速变形，好吧？那么我们就直接从背部这里呢开始变起。首先先将这两个板件呢进行一个打开。然后将两片的板件呢进行一个翻开，然后我们将这个手部的部分呢，进行一个这个收纳，然后再将手臂下方的这个车型的一个梯子呢进行一个翻出。好，我们再将整体的这个手轴呢打90度，然后向内收，然后整体的这关节呢进行一个拉长。然后我们此时呢再来变一下这个下半身啊，下半身方面，首先将这个脚尖脚跟啊进行一个收纳，然后我们再将这边的油桶呢先进行向上提，然后避让一下空间，然后将这个两侧的这个板件啊向后进行一个翻折，然后我们再将正面的这两个盖板呢合并到这个侧面。好，我们此时呢就可以将这个腿呢向内收了。然后这一点应该是唯一一点这款 MP10V 和这个原版 MP10 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啊。原版 MP10呢这里是有一个按键的啊，是可以一摁，然后整条腿就可以收进去了。但是这款的这个坤元宝是完全没有的啊，就只能靠这个蛮力去往回进行一个收纳啊。这一点我说实话有点容易损坏啊，所以说如果大家有这款模具的话，在玩这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啊，不要把这个腿部的这个关节啊什么的掰坏掉。然后我们将这个腿部收纳之后呢，就可以将这个油桶呢，利用侧面这里的一个凸起凹槽进行一个结合了。然后另一侧呢也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再将整体的这个腰身呢旋转180度，然后我们将这个胸口的这个玻璃呢进行一个翻开，然后我们将这个中间假格栅这里的有个卡扣啊进行一个解锁，然后整体的这个身体呢向上翻，然后再将背部这里啊整体的这个腰子的部分啊整体的进行一个翻开，然后最经典的这个车轮的部分我们就可以翻出来了。然后这里的这个双动关节啊，这里面这个轴呢是一个合金的啊，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不需要担心。然后中间这个大凸起呢，需要去对应这个假格栅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凹洞啊，但是大家可能看不清啊。然后将下面这个定位卡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将这个能源宝的部分呢向下进行一个抽出，然后真车的这个进气格栅呢就隐藏在这里面了啊，在当年来看真的是非常非常惊艳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然后我们此时呢将这个头部呢向内翻折收纳，然后将这个车窗呢进行一个闭合。然后我们此时呢就可以将这两条手啊用这个最经典的一个收纳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收纳了。收纳完成之后呢，最后一步呢就是将这个两侧的这个缺少的这个板件呢进行一个合并，两边都是一样的。最后呢我们再调整一下这个平整度，我们将这个镜头向下一点啊。我们最后再调整一下这个卡扣以及各部分的这个密合。我们这款 MP10V 的一个变形呢，我们就全部完成了。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呢，就是这次 MP10V 的一个载具形态了。整体的这个变形手感呢，还是比较流畅的啊。除了这次的这个腿部的这个向内收纳的一个部分啊，剩下的呢都是比较顺畅的。然后外观方面呢，我们拿出刚才这个对比的这个马年限定的 MP10，可以看到完全就是一个缩小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造型啊。唯一一点不同的呢，就是这次的这个后视镜，坤元宝呢是一个透明件，然后固定的这样的一个造型，而 MP10原版呢，
是可以这样向内进行一个收纳的一个后视镜啊。当然，这都是一个无伤大雅的设计啊。毕竟，如果是一个缩小版之后还保证这样的一个可动件的话，我感觉可能会反倒会坏掉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换成这个固定造型，还算是一个比较明智的这样的一个修改啊。然后大小方面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整体的这个尺寸缩的确实是像这个 MP10V 它所带的这个 V 字一样，就是一个 V 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大小。然后轮毂方面呢，比起原版 MP10是稍稍的有一些不同啊。这个酷边宝的这个呢胎壁呢更这个薄一些，而这次的这个 MP10原版的这个轮胎的厚度其实要更厚的。然后两者的这个推车滚动性呢都是一样的啊，只不过因为这个酷边宝这边胎壁更薄一些，所以说酷边宝这个滚动呢是稍微带一些声音的，而这个 MP10方面就非常的顺滑，而且无声了。然后我们再回到这次的 MP10V 上来啊，整体的这个涂装呢，我觉得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啊。像这个电镀方面依旧是很闪亮，然后这次这个银漆涂的也是非常的不错。像这个雨刮器的部分啊，其实最容易漆的部分啊，但是这次酷边宝这个涂装做的还是非常的不错的。那么好了，以上呢就是这次 MP10V 的这个全部内容了。那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吧。这款 KO 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啊，无论是这个人形以及这个车型，相对来讲都是还算是比较好的一款 KO 啊，肯定是赶不上这个原版 MP10的啊。但是我觉得比如家里没有这个MP10的一个模具，买一款这样的一个玩具回来还是比较不错的啊。我的这个购入价格呢是一个150块钱，但是我这个价格其实有点贵的啊，网上这个全新才卖140出头，甚至于说可能大家会用券的话，可能130、120可能就拿下了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啊。所以说我这款其实是没有什么参考价值的啊。然后最近我看这个微将的那个放大的 MPP10也是最近再版了啊，大家如果有需要，我觉得其实那个也挺不错的啊，大家都可以去进行一个购买。当然啊，如果你有充足的这个预算，还是上原版这个 MP10比较好的啊。那么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那么在这里呢，还是要再次特别鸣谢一下我的这个好哥们儿魂魄迪奥梦啊，将这一款这个马年限定 MP10的这个玩具借给了我拍视频。那么好了，那么喜欢我的视频呢，记得关注，记得3连，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